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一家单季度亏损高达42亿美元的公司即将募资800亿美元，一举打破 Saudi Aramco 保持的历史记录，成为人类金融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当无数散户还在为火星殖民的宏大叙事热血沸腾时，隐藏在数百页招股书里的却是一场关于双重股权、人工智能溢价和业绩对赌的惊天阳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份即将改变全球资本市场格局的超级招股书，看看隐藏在星辰大海背后的真实商业逻辑与投资赔率。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2026年6月的华尔街，所有的焦点和流动性都在向一个即将登陆纳斯达克交易大厅的超级巨无霸汇聚，那就是由马斯克一手创办的 SpaceX。 根据近期向 SEC 提交的最新版招股书披露，这家公司计划在6月12日正式挂牌交易。管理层与承销商给出的目标发行价高达每股135美元。在这个惊人的定价区间下，公司计划向全球市场出售5亿5560万股股票，预计融资金额将达到750亿美元左右。这是一个足以让整个资本市场感到震撼的庞大数字。在过去的金融发展史中，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是2020年上市的石油巨头 Saudi Aramco， 当时募集了大约290亿美元。而 SpaceX 这次直接将人类资本市场的募资天花板向上推高了近3倍。一旦上市成功，其整体估值将最高触及 1.7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它将在敲钟的那一刻瞬间成为全球市值排名前列的超级巨头。这种体量的史诗级上市，甚至会迫使各大指数基金必须在第一时间修改权重规则，将被动资金源源不断地吸入这个庞大的盘子中。在很多普通投资者的传统认知里，这是一家造火箭、发射卫星、负责把宇航员送上国际空间站的航空航天制造企业。媒体上每天充斥着星舰试飞的壮观画面，以及一级火箭在海上平台完美回收的震撼视频。但当你真正翻开这份招股书，穿透那些复杂的财务细节和业务分类时，你会发现一个完全颠覆常识的秘密。如果在现阶段仅仅依靠制造火箭和发射服务，这家公司根本不可能撑起 1.75万亿美元的夸张估值。在招股书的业务拆解和风险提示部分，管理层向华尔街的机构投资者摊出了真正的底牌。仔细研读财务报表就会发现，火箭只是噱头，星链才是真正的印钞机。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引擎和未来的利润支柱，早就已经彻底从传统的航天发射服务转移到了星链这个卫星互联网业务上。传统的商业火箭发射，无论其技术多么先进，材料多么前沿，火箭回收的动作做得多么漂亮，它在底层商业模式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缺陷。这是一门典型的低频次、长周期，并且高度依赖政府预算和大型企业资本开支的定制化业务。作为发射服务商，你需要和 NASA 或者国防部进行旷日持久的技术论证和价格谈判。虽然每一份合同的金额都非常巨大，动辄几亿美元，但结算周期漫长，受到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很大，且订单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这种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的现金流模型，是传统的价值投资者和追求稳定回报的养老基金不愿意给出高估值的资产类型。但星链项目的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这个略显悲观的财务局面。招股书清晰地展示了星链业务在过去几年里的爆发式增长轨迹。通过使用自家廉价的猎鹰9号火箭，向地球低轨道高频次的发射成千上万颗小型通信卫星，这家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上空成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宽带网络星座。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完成了一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商业模式重构。
它将原本依赖大型机构的一次性低频发射交易，变成了一门直接面向全球数百万消费者的按月付费的高频订阅制生意。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变。不论你是在偏远的农村、大洋深处的豪华游轮上、万米高空的商业航班里，还是在基础设施被摧毁的地缘冲突区域，只要你购买了那一台接收天线，每个月就必须按时缴纳稳定且丰厚的网络订阅费。从住宅宽带的几十美元到商业用户的数百美元，再到海事和航空领域高达数千美元的套餐，这种高频稳定且随着用户规模扩大，边际成本递减的经常性收入，才是华尔街最愿意给予超高市盈率溢价的完美商业模型。在招股书中披露的财务数据显示，公司2025年的总营收达到了187亿美元，相比前一年增长了 33%。其中仅仅是以星链为核心的连接业务，在2025年就占据了总营收的 61%， 而传统的太空发射业务仅仅占到了 22%。 到了2026年第一季度，星链的订阅用户数量已经迅猛攀升至1030万。管理层在招股书中明确指出，星链产生的充沛且经常性的现金流是支撑整个公司庞大资本开支的绝对主力。换句话说，那些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全网狂欢的星舰试飞、震撼维新的火箭回收，在财务报表上的真实身份，其实都是在为星链这台全球印钞机搭建越来越廉价的物流基础设施。散户以为自己花钱买的是人类探索宇宙的浪漫梦想，但华尔街的顶级投资机构心里算得非常清楚，他们真正买入的是一家即将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垄断地位的超级电信运营商。如果仅仅是拥有上千万用户的卫星宽带业务，市场给出几千亿美元的估值或许是合理的，但要支撑起 1.75 万亿美元的天价，马斯克还需要给市场讲一个更加宏大、更加具有当代科技感的故事。仔细阅读招股书中的重组与并购章节，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关键的资本动作。在2026年2月份， SpaceX 进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全股票收购，将马斯克旗下的另一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彻底并入了母体。目前这家公司的人工智能业务已经占据了2025年总营收的 17%。这场突如其来的并购在财务和合规层面上显得有些错综复杂，甚至一度引发了部分独立机构投资者的强烈质疑，认为这存在向创始人输送利益和关联交易的嫌疑。因为合并这家人工智能企业以及庞大的资本开支，直接导致公司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运营亏损急剧扩大。但如果我们从更长远的商业逻辑和护城河构建上来看，这其实补齐了马斯克商业帝国的最后一块拼图。在过去的信息时代，卫星公司只负责在天上单纯的传输数据，而人工智能公司只负责在地面耗电量巨大的机房里训练大语言模型。这两者虽然都是前沿科技，但互不干涉。但现在马斯克正在通过资本重组，将庞大的低轨卫星网络与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进行底层的深度融合。招股书向投资者描绘了这样一幅具有颠覆性的画面：未来的星链卫星将不再仅仅是数据的中转站，它们本身就将搭载先进的芯片，具备强大的边缘计算能力。而地面建设的超级数据中心则依托星链的无死角覆盖，为全球的自动驾驶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各个国家的防务系统提供实时、低延迟的人工智能处理服务。这对于资本市场来说，简直是无法抗拒的巨大诱惑。投资者在以135美元的价格买入这只股票时，不再是单纯的投资传统的航天制造产业，而是同时买入了一揽子涵盖了航空航天、全球电信网络、国防安全承包、
云计算基础设施以及最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超级综合体。这种跨行业的降维打击，正是华尔街投行们敢于将估值一路推向1.75万亿美元的核心底气所在。但是，当我们把目光从宏大的商业蓝图拉回到冷酷的财务估值模型上时，一个巨大的隐患开始浮出水面。华尔街著名的研究机构和价值投资分析师们对这个1.75万亿美元的定价提出了极其严厉的警告。他们建立了一个现金流贴现模型，来倒推这家公司需要什么样的业绩才能匹配今天的市值。得出的结论令人啧舌。如果投资者想要在未来10年获得每年10%的合理回报率，那么 SpaceX 必须在接下来的10年里保持每年50%的复合增长率。这意味着其每年的总营业收入必须从目前的不到200亿美元狂飙60倍，在2035年达到惊人的1.1万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概念，即便大语言模型和太空经济的总潜在市场规模很大，但 Google、Microsoft、Amazon 这些手握重金的巨头绝不会坐以待毙，它同样在积极投资人工智能和卫星通信。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目前的发行价其实已经提前透支了未来10年的许多利好。面对如此高昂的估值和庞大的融资需求，如何把这750亿美元的股票顺利卖出去？马斯克和承销商们玩了一手高明的群众路线。在传统的巨型科技公司上市中，投资银行通常只会将5%到10%的配额留给普通的散户投资者，绝大部分优质的筹码都会在上市前被各大机构、共同基金和养老金内部分发完毕。但是这一次，招股书透露，公司破天荒地通过合作的券商渠道，将高达30%的份额直接向散户开放。消息一出，各大交易平台已经提前开启了狂欢模式，无数散户摩拳擦掌，准备在6月12日开盘时满仓杀入。表面上看，这是马斯克在回馈他的忠实粉丝，打破华尔街的垄断，让普通人也能在第一时间分享人类太空经济爆发的红利。但如果深入研读招股书中的公司治理条款和股权架构，你会感到一阵凉意。这高达30%的散户配额，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流动性收割和风险转移。因为在购买这些股票的同时，散户投资者必须接受一个在资本市场历史上堪称霸道的治理结构。公司采用了非常极端的双重股权结构，普通投资者买到的是每股只有1票投票权的普通股，而马斯克本人掌握着一种特殊的超级股票，每股拥有10票的投票权。招股书明确显示，即便是按照135美元的发行价成功上市稀释后，作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的马斯克，虽然在整体的经济利益和分红权上并没有占据大头，但他通过持有这些超级投票权的股票，将掌握公司高达82.4%的绝对投票权。这就意味着，所有在二级市场上满怀信仰买入股票的公众股东，无论你们加在一起投入了多少100亿美元的真金白银，在公司的重大战略决策、董事会成员的选举、高管的任命，甚至是以什么价格收购其他公司等核心议题上，你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发言权。你们出钱买下了大部分的公司资产，承担了火箭爆炸和业务拓展失败的财务风险，但这家公司这艘巨轮的方向盘完全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不仅如此，相关监管机构近期发布的一份严厉质询文件，彻底揭开了这份招股书里隐藏的更深层的霸王条款。根据披露的法律文件显示，这家公司在章程中设立了一系列管理层保护机制，比如公司规定所有股东纠纷必须通过指定的仲裁机构闭门解决，彻底堵死了散户向法院发起集体诉讼的通道。更夸张的是，如果你对公司的财务数据或者关联交易有异议，想对公司提起任何形式的衍生诉讼，你必须持有公司总股本3%以上的股份才能立案。在1.75万亿美元的庞大体量下，3%的股份价值超过500亿美元。这个门槛之高，
意味着除了马斯克自己和极少数主权财富基金，地球上几乎没有任何单一机构或个人有资格去法庭上控告管理层。华尔街的机构老手们面对这种条款也会感到警惕，因为这在实质上完全剥夺了外部资本对管理层的财务监督权。而更让传统金融估值模型彻底失效的是隐藏在招股书薪酬章节里的一份惊天对赌协议。文件披露，董事会已经在上市前夕批准了一项与绩效深度挂钩的巨额股权激励计划。马斯克将有机会在未来获得2亿股超级投票权的奖励股票，但这笔巨额财富的解锁条件堪称科幻小说。他不仅需要带领公司的市值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内达到7.5万亿美元，而且更夸张的是，他必须实现一个物理目标，那就是在火星上建立一个拥有100万人口的永久殖民地。当传统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还在为下个季度的营业利润率多赚2个百分点，如何削减营销开支而绞尽脑汁时，这家公司的管理层已经把业绩考核指标定在了几千万公里之外的另一个行星上。这正是这只股票最迷人，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对于坚定的信徒和科技狂热者来说，这是135美元一张的人类跨越星际，成为多行星物种的伟大传票。他们愿意为这种宏大的愿景支付任何溢价。但对于冷静客观的财务分析师而言，这种将庞大的地面基础设施建设、难以预测且非常烧钱的深空探索风险，以及毫无实质约束机制的独裁式管理，完全捆绑在一起的复杂资产，其实蕴含着无法估量的下行波动风险。当公司正式挂牌敲钟的那一刻，135美元的定价将不再是投资银行报表上的预测模型和精美幻灯片，它将直面全球资本真金白银的残酷博弈。在这个1.75万亿美元的庞大叙事里，究竟是星际飞船率先安全登陆火星，还是高昂的资本支出先一步压垮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那些满怀信仰冲进场内的散户，最终是能安稳地分享到星链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分红，还是会在某一次发射失败的巨响和监管机构的突击调查中成为高位接盘的牺牲品？一切的答案都将在6月12日的纳斯达克交易大厅里拉开残酷的序幕。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